见过别人在海边野外大餐的，就是没见这么撒狗粮腻歪的野战捕鱼。今天杰哥决定带着自己的女友挑战野外生存1天1夜，先去海里采购一些新鲜的食材。半路上让杰哥遇到了鱼群分割猎物，数十条鱼围绕着食物，如同一个球球一样。杰哥重新寻找了新的海域，在这里有杰哥想吃的鱼。为了保证一发必中，杰哥尽可能的靠近这些鱼儿，趁其不备一发就带走了它。食物的问题也算是解决了，但今天杰哥他们要找个好位置搭建自己的营地，随便一处岛屿就可以挑战生存了。这里的风景丝毫不逊色马尔代夫，激动的杰哥直接原地表演跳水，营地他们就简单的用吊床解决，因为在这里地面上会有大量的蚂蚁和虫子，离开地面是最好的选择。每到一处新的海域，杰哥都会下海去瞅瞅海下的生物，果然没让杰哥失望，上来就看见了一条狮子鱼。海下的水也是非常清澈，美丽的夕阳让杰哥忍不住想跟大家撒一波狗粮。此刻的你想起了谁？天色越来越暗，杰哥抱着自己的女友也准备该干嘛就干嘛。夜里杰哥带大家瞅瞅本土的螃蟹，各式各样的品种多到数不出来。1天没有进食了，第2天杰哥准备把抓到的鱼解决掉，先把鱼简单的处理一下，慢慢从鱼的肚子处将其分割开，只取鱼肚部分的肉，毕竟鱼身上最好吃的就是鱼肚子上的鱼腩了。把它们直接放在锅上煎一煎就熟透了，原汁原味才能吃出鱼的鲜美，吃上一口瞬间满嘴的鲜香迸发出来。看看这般秀色可餐诱人，你们流口水了吗？在这里有吃不完的乌贼，多到每一鱼竿都能钓到。今天杰哥带着自己的女友去一片特殊的海域，让他体验一下钓乌贼鱼。刚到海岸就发现了很多乌贼，杰哥急不可耐地尝试一竿子，还真让杰哥钓到了，可惜在收竿的时候却让他逃脱了。杰哥决定前往更深的海域钓乌贼，半路上遇到了2只嬉戏的海豚，可见这里的海水是多么的优质。卷毛这边也在不停地钓乌贼，一竿就是1只，每一竿都没有空军的。杰哥不想太打扰卷毛，自己重新找了一片乌贼活动的地方。杰哥和他的女友比赛谁钓得多，没想到他女友先收获了1只非常漂亮的乌贼，一生气就喷杰哥墨汁，自己变得晶莹剔透。接下来杰哥他们不停地钓到乌贼，基本上几分钟就是1只。有1只上钩的乌贼在快离开水面的时候挣脱掉了，十分的可惜。还好这里的乌贼非常的多，跑掉的乌贼由他的兄弟姐妹代替就可以了。杰哥挑了2只大的乌贼用来做晚饭，一步一步的教女友怎么处理干净乌贼。先取出里面的软骨，再把乌贼的牙齿给挤出来，最后处理它外表的一层皮，剃掉之后剩下的都可以食用。为了吃起来更美味，还需要软化乌贼鱼，用食盐加上一些柠檬汁给它腌制一下。腌制好的乌贼打上花刀，就可以直接上锅进行烤制了。杰哥还在乌贼肚子里面加上一些奶酪款，这样可以让乌贼具有丰富的口感。烤好的乌贼摆到蔬菜盘上，光看着都有食欲，吃上一口更没得说了。杰哥跟自己的女友分享美味的食物，不仅自己钓还自己做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。如果你们也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会带她出海过夜吗？在炎热的夏天利用塑料瓶生火，你见过吗？这是澳大利亚最炎热的时候，杰哥决定挑战用弓箭和双手在这里生存1天1夜。在这里能热到手机报警停止工作。为了早点获得食物，杰哥一边走一边用弓箭捕捉。没一会让杰哥发现1只奄奄一息的海鸟，应该是炎热的天气导致它脱水。有爱心的杰哥给它放在一处阴凉的地方，让它缓一缓就可以了。自己的女友和狗子也受不了这种天气，只好先让他们休息一下，自己继续去搞吃的。一发弓箭就射中了1条小鱼，但这鱼太小了，只好投喂给其他同伴解馋。路上杰哥又发现了1只黑团团，上前一看竟然是一条鳐鱼，呲溜一下就消失在海里。由于天气原因，杰哥的女友只好带着狗子先行离开，走前还给大家秀了一波。杰哥继续他的挑战，虽然天气十分炎热，但也丝毫没有减退杰哥的热情。杰哥突然发现一大片的鬼面鱼，在这里起码有几百只，杰哥直接上手就抓了起来，没想到居然还真抓到了，给大家瞅瞅他真实的面目。瞅完了还是得放他回去。1天没进食的杰哥决定下前捕捉食物，先挑选自己喜欢吃的海鲜，上去就是1件。晚饭也算是到手了，简单的给他处理一下。在这里由于禁止生火，杰哥只好给他们放进自己提前准备的罐子里，这里面有盐醋糖，可以让鱼肉更加美味。吃上一口简单的垫吧垫吧肚子。夜里自己继续搞大家伙，上来就射中了1条。第2天也算有吃的了。由于杰哥远离了原来的地方，这里就可以生火了。没有工具的杰哥选择用塑料瓶生火，但这一步需要非常好的耐心。慢慢的可以看到有烟冒起来，再吹一吹火就不请自来了。
接下来只需要将鱼烤一烤就可以了。这也算是杰哥这2天吃上第一口热乎的食物。烤熟的鱼吃起来还是非常的美味，只可惜这2天女朋友不在身边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在这里不仅可以跟巨大的鲸鲨嬉戏，更有美味的东星斑手卷。杰哥受不了喧嚣的都市打扰，决定带自己的女友去海上生存2天。上来杰哥就急不可待，要给女友展示钓鱼技术。还好这里的鱼非常多，只要下钩必定有鱼上钩。看到杰哥钓得很欢，他的女友也想尝试一下。果真下竿没一会就有鱼上钩了，但钓到少见的鱼他们也会直接放生，只留下一些喜欢吃的鱼。在海面航行中突然遇到了一条鲸鲨，这是极其难见的海洋生物。杰哥的女友直接下海跟鲸鲨来个近距离接触，让我们也能见识了这只庞然大物。为了晚上能吃到美味的食物，杰哥决定亲自下海瞅一瞅。今天海底的可视度非常的差，但这也丝毫不影响杰哥叉鱼的技术，一发箭矢就带走了这条鱼。万万没想到是一条鲅鱼，杰哥准备带回去包鲅鱼饺子拿味。晚上他们要在船上过夜，那只能先搭建一个吊床，这个吊床完全能容得下他们2个人，虽然有点挤，但挤挤更舒服嘛。鲅鱼还是带回去吃吧。现在重新下海捕捉新的食材，鱼枪在手，食材任我挑，那就选眼前漫步的小鱼。一条几千的东星斑就到手了，先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，必须沿着鱼的纹理来分割，这样可以保留肉质的鲜美。1半鱼肚就够杰哥他们吃的。这次杰哥将在女友的协助下制作一道海鲜大餐，光是配料就有很多种。先把配料都切成小块，在切洋葱的时候，杰哥还带上了潜水镜，切完更是直接下海洗一洗，表演气氛直接拉满。鱼肉需要给它们卷成小卷，接下来将所有的食材都加到锅里，加上番茄酱和1片香叶，直接大火烧开，一份美味的番茄鱼汤就大功告成。这也是杰哥第一次做这么美味的中式美食，味道自然没得说，比直接烤的好吃 N 多倍，又是一顿秀色可餐。来都来了，点个赞怎么样？你见过在海上钓到的渔获还能让鲨鱼硬抢了吗？今天杰哥和女朋友一起去偏远的岛屿上探索一番。杰哥决定先在近处的海域瞅瞅，刚下海就发现正在喷墨的鱿鱼，那就抓它来拿味吧。凭借杰哥多年的经验，很轻松的就抓到手了。一只也不够2个人吃的，索性就再搞上1只，反正这里的鱿鱼多的是。喷完墨的鱿鱼变得非常雪白，也是十分的漂亮。近处的海域瞅完了，再去远一点的海域看看。杰哥带着自己的鱼枪就直接下海，但这里的清晰度就比较差。杰哥尝试的插一条鱼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杰哥决定换个地方再试一下，这里的水质就好很多，也有大量的鱼群在这里，看上哪条鱼就抓哪条，可供选择的品种也是非常的多。女朋友小美也来给杰哥加油打气，这让杰哥不得不大展身手，上来就插中了1条鱼，但居然让这条鱼挣脱掉。更可气的是被旁边的鲨鱼捡了漏，不服气的杰哥决定再去重新搞1条，这次瞅准了直接一箭带走，也算挽回一点自己的颜面。中途杰哥他们还遇上了稀有的鲸鲨，兴奋的杰哥赶紧跟他来个近距离的互动，当然也少不了小美与其同游，他们还在鲸鲨面前秀了一波，海底下搞到几条鱼，船上也钓到了1条鱼，但居然又有鲨鱼来凑热闹，上钩的鱼差点被鲨鱼给抢走，还好杰哥眼疾手快，不然他们又没得吃了。这次杰哥准备制作鱿鱼和鱼肉块，先简单的给鱼处理干净，然后直接下锅煎就好了，因为这是杰哥最会做的方式了。2种食物混合吃起来也是非常美味，看看他们2人腻歪的表情，我们就嫉妒恨吧。在海上只待在冲浪板上，你能生存几天呢？今天杰哥挑战用冲浪板在海上航行36个小时，这比之前用豪华游艇和小船都难得多。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，杰哥先尝试钓鱼，刚下钩就有1条大鱼上钩了，可见在这里吃海鲜是多么的容易。只为打发时间的杰哥决定放了这条鱼，刚把它放了，转眼就发现了大家伙，成群的鲸鱼在朝杰哥招手。海面的看了也得下海瞅瞅海下的生物，成群的鱼群和龙虾，还有正在休息的鲨鱼，伪装成石头的鱼，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石头呢。刚看到成群的鲸鱼，现在又发现了虎鲸，可见这里的海洋生物是多么的丰富。如果让你生活在这里，你愿意吗？无聊的杰哥决定再钓一下鱼，大家猜猜这次能钓到啥？通过这鱼竿弯曲程度，应该是个大家伙。1条未成年的金枪鱼到手了，但杰哥依旧选择放走它，继续自己的生存挑战。鲸鱼都给大家打招呼了，那海豚怎么能少呢？这不就有几只海豚跟大家打招呼。继续在海上航行的杰哥发现一只奇怪的生物，靠近一看，原来是大鲸鱼。杰哥今天走什么狗屎运？见了这么多海洋巨货，不得不说这里的水质是多么的好，有如此丰富的海洋生物。划着划着，杰哥又瞅见了魔鬼鱼，兴奋的杰哥直接跳下去，
跟他们来个亲密互动。这样的场景，估计普通人一辈子也难看得见。一天没吃东西的杰哥决定下去搞上一条鱼拿味，简单搞一条杰哥喜欢的东星斑，一件就搞到手。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，切成条状，直接放锅里煎一煎就行了。好吃的东星斑还是适合拿来做卷饼，在里面加上各种的蔬菜，把它那么一裹就完事了。一口下去美味又可口，这样惬意的生活方式，估计全网都没几人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